宋长生立于太古坟冢之中，可他所在的太古坟冢与楚风等人所在的太古坟冢却有些不同。这里不仅有那强大的黑焰生物，还有凶兽。凶兽没有灵智，唯有嗜血的本性。就算不踏入那些坟墓世界，可只要遇到那些凶兽，若不能杀了他们，便只能被他们所杀。不过除了更加凶险外，这里还看得到太古坟冢之外的情况。眼下宋长生立于星空之中，凝望着第9道天河，而因为距离的原因，他看得更加清楚，能够看到那黑色雾气滚滚翻腾，这是要赶尽杀绝。相比于太古坟冢外的人，不知那黑色雾气封锁第9道天河的缘由。身在太古坟冢内的宋长生则已有所猜测，太古坟冢内的圣物皆是极其强大，是当今修武界大多数修武者无法应对的，且数量很多。倘若他们出去了，以他们嗜血的本性，那必然是席卷浩瀚修武界的屠戮。若要逃，只有一条路，进入第9道天河。可眼下第9道天河被封锁，那便逃无可逃，等待修武界无数生灵的便只有惨遭屠戮。猜到这个可能后，宋长生的双眼冷冽了几分。若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，那便只有一个选择，将太古坟冢内那些嗜血的凶兽尽数抹杀。宋长生以寻得那些凶兽的老巢也是一座坟墓世界，于是直奔而去。只是当他踏入那阴森的世界之后，却是目露意外，这个世界并没有惨烈的破坏，可却已是尸横遍野，正是那些极其凶险的凶兽们。这些凶兽与之前想冲出大门的生物不同，死后不会化作气焰，虽然没有本源，但还是会留下尸体。从那尸体判断，他们是刚刚被杀。忽然宋长生察觉到了一股气息，于是脚步向前一踏，周围景色便快速飞掠，一瞬间便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。而在他的面前不远处，有着一位身穿白袍的倩影，是天剑清渊。而宋长生早就踏入过这太古坟冢，那个时候便见过天剑清渊了，只是那时的天剑清渊却是阻拦他深入之人，因此他知道天剑清渊很强。我就说，怎么会有人能够将这些凶兽尽数斩杀？宋长生说道。之前还有些好奇是何人所为，但看到这位，心中便有了答案，就知道你会来。天剑清渊看向宋长生，对于他的到来，天剑清渊并不意外。这次还要拦我？宋长生问。这次恐怕要联手了，不然这修武界要有大劫。天剑清渊说话间，看向了不远处大地，那里立着一道石门，石门乃是开启状态，上面没有刻写名字，但是却刻着一幅画像，那是手持兵刃、身穿铠甲的凶兽，给人的感觉很像是之前的黑焰生物与此地的凶兽结合体。但无论怎么看，石门上雕刻之物实力都更强，这里面不简单。宋长生叹道。天剑清渊微微点头。你进去过了？宋长生问。还没有。天剑清渊道。门内有此物吧？宋长生问。而他所指自然是那门上雕刻之物，若只是此物倒是不足为惧，但就怕这里面还有更强的存在。你我若是能够将其斩除，倒是能保下这修武界，只是这件事应该没那么容易。天剑清渊道。确实，从目前这太古坟冢展现的东西来看，若这里还有尚存于世的太古存在，那还真是没有把握。宋长生道。他很少说丧气话，但却也实事求是。虽然自己不弱，可也只是当今修武界与远古时期的顶尖强者比，都相差甚远，何况太古的存在。也许不用进去，我有宝物可将此门封印。宋长生道。必须进去。天剑清渊道。非要根除？宋长生问。那门不是我开的，是我要寻之人已经进去了。天剑清渊道。何人？宋长生问，眼中尽是好奇。能够到达这里的人定然不是简单的人，当今修武界还有如此存在。楚风你听闻过吗？天剑清渊问。宋长生应道。是楚风的奶奶，我答应过楚风，帮他将其奶奶寻回。天剑清渊话到此处，便直接踏入其中。见状，宋长生也是跟随踏入。他来这里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，何况现在得知这里面的人与楚风还有关系。穿过石门，他们进入了一片奇异的地方，浩瀚无边，但除了脚下的路，周围漆黑一片，宛若虚无。路很宽，但更长，看不到尽头，但却能看出这里很是凶险，同样也隐藏机缘。起初还好，可很快便有炙热之感扑面而来，随之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条道路前方出现的一具被烧焦的尸体。尸体虽被烧焦，可从大概轮廓却也能看出正是石门雕刻的生物。可天剑清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忽然快速向前飞掠而去。见状，宋长生也是紧随其后。这一路上，那被烧焦的生物尸体数不胜数，可二人皆无心顾及，他们都察觉到了更为重要的事。
终于在他们的视线之中看到了一道大门。那道大门立于道路之上，宽度只有100米，但高度却达万米。大门已是开启状态，门内映射而出的是无比璀璨的星空，那是在这浩瀚修武界从未见过的璀璨景象。同时，那门内散发而出的更是极其浓郁的天地能量，那种感觉仿佛门内是另外一个世界，但那却是真实存在的世界。而眼下，楚风奶奶的身影就在那门中，那门内应该是真正的第9道天河。莫非这是楚风所说的通天之门？宋长生发出感叹。通天之门，天剑清渊则是不解。见状，宋长生赶忙解释，所谓通天之门。而也在此期间，宋长生与天剑清渊也是来到了那门前。天剑清渊直接出手，想将楚风奶奶从门内抓出来，可却发现他的力量根本无法进入那大门之中，这让天剑清渊脸色变得复杂。他已是知晓，进入通天之门乃是好事，是太能打的机缘，可他要做的是将楚风奶奶带回去。他也确实这样做了，刚才的出手就是想将楚风奶奶从那门内拽出来，可眼下他的力量根本无法进入那门内，这样一来便要失约了。